737吹得跟个树叶似的，好在我的操作简直稳得不行啊，都可以载入我的个人史册。顾部长，你叫什么？程潇，货运部的。我有必要提醒你，刚才不应该落地。啊？当时的侧风是15米，已经是公司手册规定的极限侧风，而且刚下过雨，如果发生划水，飞机很容易冲偏出跑道。当时的侧风没有超过公司手册的规定，而且在那种极限侧风下，我能控制住飞机的姿态和坡度。落地的时候，我又及时修正了偏流角，摆正方向，落得稳稳当当。我不认为我的操作有问题。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，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。作为飞行员，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顾部长，我想问您2个问题：我们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公司手册的规定？应该。那我是否违反了公司手册的规定？现在应该不太好打车，我要回公司，可以捎你一段。没事儿，顾部长您忙，我已经打到车了。哎，等一下！顾部长，您能不能把我捎到市里？我有点急事儿。网约车司机也很辛苦，乘客要讲诚信。喂！你什么人呐？徐总啊，关于货运部的飞行员转到我们客运部的事儿，我们还是想跟您好好沟通一下。哦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货运部这个老蔡啊，我承认，他的确技术不错，可这个人大大咧咧的。他手底下的这群飞行员一个个都跟他学，这么一群人现在到我们客运部来，我担心会影响我们客运部的形象。南天啊，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客运部正在申请新的航线，飞行员肯定不够用。货运部那边的飞行员也都是陆航花心力培养出来的，技术上足够成熟。我认为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。当然，其他方面必须严格把关。我赞同南亭的看法。那行，那我们严格把关。可即便如此，货运部那个女的，咱就别要了吧。咱们可以推荐给有行的货运部。为什么？未婚未育啊。江部长，这个话题就此打住，这是要出危险的。这不关起门来说嘛。你再说了，女飞的能力，那确实差点意思。飞行能力跟性别没有关系，只跟个人有关。那利用率呢？女飞的利用率低，这总是共识吧？根据全行的数据统计，其他公司招的女飞，不管是在飞行时长、安全记录还是正常率上，并没有低于男性飞行员。江部长，我记得好像你们飞行部应该有5年的时间没招过女飞行员了吧？去年
我就客运部关于招收女飞一事做了一份可行性报告，但一直没有得到推进的许可。这件事情，我早就想和江部长探讨一下了。无论男飞女飞，都是飞行员，我们应该一视同仁。那这件事情还是按原计划来，计划不变，就是在面试的时候，你们要严格把关，好吧？好。程姐，你好。小姐，小姐，凡哥。哎，小姐，又来看飞机来了？是啊，我来看看我的小七。这周整修完啊，这架737就要移交给那边了。这么快啊？小七，哎呀，小七。我们第一次一起是去了阿拉斯加，接着是里约、阿姆斯特丹。我们一起运过化工原料、豪华游艇。虽然你老了，操作手感也没有以前好，性能也弱爆了，但我还是有点舍不得你啊。可以，辛苦了，其他没问题。那我先走了。陈潇。自信、放松、专业、程潇 ，Go Go Go！顾部长，那天的操作事后我想过了，我完全符合公司手册的规定，而且以我的技术足以支撑我完成操作。我也想过，你的确没有违规，但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，否则飞行员不应该进行极限操作。我会修订出新的安全手册，你的行为将会被杜绝。怎么样？都问什么了？没啥，就随便问问，走个流程。哎呀，我刚才看到大魔王也在里边。谁？你好，我听客运部的人说，
他是飞行员高升的噩梦。大魔王这个名字太适合他了。顾部长的飞行技术，那是没话说，在咱们陆航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。难怪他看谁都不顺眼。数一数二。等姐去了还真不一定。那是，我们程大机长在货运部那绝对是一姐的存在。一会儿看姐怎么治他。下面2位，程潇、宋宋。加油，加油！咱们等着看看啊。各位领导好。各位领导好。坐吧。顾部长，这是我的履历，请过目。有什么问题您随便问。程潇是吧？不用那么严肃，咱们只是随意聊聊。坐吧。顾部长，人家刚才都点你名了，你来问吧。你为什么会选择飞行员作为职业？因为自由。飞行可以摆脱地心引力，在地球表面无拘无束，坐拥全世界风景最美的办公室，追着太阳跑，和群星作伴。当然啦，还有一点重要的现实原因，收入高。飞行员可以让我获得经济自由，可以让我遵从内心，更自在的生活。所以，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飞的。飞行工作是规章纪律，是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去完成你的职责。知道这份工作的严肃性吗？我2013年入职，已经飞了3500个小时，飞行经历时间2700个小时，没有任何差错记录，所有考评全优通过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航空英语5级证书和国际航班上英语通讯资格。这就是我对严肃工作的回答。就你最近一次的表现来说，在极限风速中降落，不管落地有多稳，都应该进行奖评。那天那么恶劣的天气情况，我凭我过硬的技术让飞机安全落地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难道非得改行备降，让公司损失几十万？飞行安全不是用金钱去衡量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我的落地操作没有任何问题，更没有违反现有的飞行安全手册。既然已经进了客运部，那就等面试以后，再对那天的落地操作做进一步的沟通，怎么样？关于程潇是否进入客运部，我认为还有待商榷。顾部长，货运部的飞行员安排到客运部，这是公司的安排。那个，各位领导，我们刚从货运部转过来，平时的工作状态可能与客运部有点差别，我们一定会多多学习，尽快适应。飞行员就是飞机的灵魂，我们的工作关乎到旅客的安危和公司的财产，一刻都不容麻痹。这点我也赞同。不过上个月我从北海道度假回来，坐的是咱们 XD884航班，机长广播我只在下降途中听到过1次。请问顾部长，这是不是有点太不严谨了？林先生，顾部长，巡航过程中的机长广播怎么回事？我是那天的副驾驶，机长广播是张机长授权让我做的。那个是江部长的小舅子。的确是漏报了1次，那天我身体不太舒服，还感冒了。感冒去飞行可能会导致耳膜穿孔，那天你应该请假才对。是。
我觉得程潇同志提的意见非常好。林一成，以后你的工作在细节上一定要提出更高的要求。好，下不为例啊。好。程潇，你刚才指出的问题没有错。林一成，你回去好好学习运行手册，跟张机长一起写检查。好的，顾部长。所以，顾部长，请您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，也不要怀疑我的业务能力。能力是技术和态度的总和，没有严肃谦逊的态度，再好的技术，也不能保证100%的飞行安全。以你目前对这份职业的认知，就算公司安排你进入客运部，你也必须从观察员开始，重新上岗。观察员？各位领导，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？顾部长的结论，大家有异议吗？按小陈的资历，已经有升机长的资格。如果突然降成观察员，好像有点不合适。要不然，让他再飞一个看看。这样吧，明天安排你们俩再飞一次。你不是觉得顾部长这样安排很不公平吗？那你就好好飞，把你的真实水平展示出来，证明给他看看，然后再决定是否保住你第1副驾驶的位置。有这个信心吗？